有句话说得好，从不向你收钱的人，往往才是赚你钱最狠的那个。而这个人最后还成了世界首富，他就是比尔·盖茨。提到比尔·盖茨这个名字，我们总会想到那个从哈佛辍学的天才少年，想到他轻松拿下大厂订单的传奇经历，想到他作为史上最强关系户，在时代风口上获得的巨大红利。但真实的故事将彻底打破你的固有印象。什么天赋、背景、时代机遇，这些统统都得靠边站。从在校大学生到登顶世界首富的宝座，比尔·盖茨这一路走来的必胜心法，可以总结为一个骗自诀。他先是骗自己的母校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骗同学一起创建了微软公司，接着又骗哈佛拿到了改变命运的大订单，这才挤进了时代弄潮儿的行列。紧接着他又开始骗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最后连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都不放过。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打造出了人类历史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其实比尔·盖茨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资本如何从我们口袋里合法掏钱的探索史。而要讲清楚比尔·盖茨究竟是怎样从你我手中打造出微软帝国的，还得从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说起。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比尔·盖茨的第一桶金是靠他母亲跟 IBM 的关系得来的。但其实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已经给日后的微软找到了做大做强的秘诀，那就是抢占版权。1970年，还是中学生的比尔·盖茨接到了一个外包项目，一家信息公司让他设计一套计算工资的程序，完工后要付尾款了，但面对着大几万美元的酬劳，这位年轻的比尔·盖茨却死活不肯收现金，而是提出要抽取程序销售额的10%作为报酬。当时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程序主要也是自己在用，能卖出去几份都是未知数。甲方当然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怎么可能拒绝呢？谁知道没几年就赶上了互联网在企业端的普及浪潮，软件需求激增，比尔·盖茨就这样靠着超前的版权意识赚到了第一桶金，成为了一个走在版本前面的男人。要知道，美国的著作权保护法是在10年之后的1980年才把软件版权纳入其中的。说到这里，你可能想问，所以这小子是个天才吗？初中就能给人设计程序，还有那么超前的生意头脑？其实比尔·盖茨成长在一个相对舒适的中产家庭环境里，这里就得提一下比尔·盖茨的父母了。中产家庭说不上给他提供了多少捷径，但确实打下了日后成功的地基。首先是那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母亲，其实在比尔·盖茨出生之后就当了全职主妇。但他的父亲呢，曾是华盛顿州律师协会主席，后来还担任过全美律师联合委员会主席。在大律师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比尔·盖茨能培养出版权意识，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这编程能力又是哪来的呢？11岁的时候，母亲把比尔·盖茨送进了西雅图收费最高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那一学期学费就要$5000了。但贵有贵的道理，湖滨中学是美国最早拥有计算机的学校之一，而这改变了比尔·盖茨的人生。当时网费极其昂贵，电脑也不是个人触手可得的东西。于是为了能多用电脑，比尔·盖茨就跑去计算机中心打杂，想用劳动力换上网时长。这一看，有免费劳动力送上门啊，负责人直接也答应了比尔·盖茨的要求，还给他安排了给代码找漏洞的工作。这段兼职经历啊，让比尔·盖茨的编程技术飞速提升，然后才有了后边接外包单子，用版权意识把利润最大化的故事。随后，比尔·盖茨决定复制这一成功模式。他把目光盯上了母校湖滨中学，说自己写了套安排课程的程序，很牛。有多牛啊？招不到学生就不收费，如果招到了每位学生只收$2。如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总结啊，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可当时觉得稳赚不亏的校长啊，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引入了这套程序。可他好像完全忘记了，哪怕没有这玩意儿，该报名的学生也一个不会少啊。啊，这可让比尔·盖茨赚妈了。因为据说直至今日啊，被骗了的湖滨中学还在用着比尔·盖茨当年生成的这套程序。接着，盖茨又用同样的话术给其他学校写信推销自己的程序。1972年，靠着卖版权，17岁的比尔·盖茨就挣到了上万美元，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而他也即将从湖滨中学毕业，进入名校哈佛。与此同时呢，计算机行业发生了一件大事，英特尔公司推出了8008微处理器芯片。读完产品介绍的比尔·盖茨敏锐地察觉到，只要这款芯片再升级一代，那个人电脑就将普及了。当时的比尔·盖茨不会知道，日后他的微软将和英特尔一起
靠着版权在全球 PC 产业形成双寡头垄断的格局。英特尔已经带着芯片走到了台前，而比尔·盖茨的微软也即将诞生。只是微软的诞生也让比尔·盖茨付出了一个不小的代价，那就是彻底得罪了哈佛。微软的第一个客户啊，其实并不是江湖传言的 IBM， 而是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它是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的厂家，创始人叫罗伯茨。自从英特尔推出跨时代的8008芯片后啊，罗伯茨就把全部的钱拿去开发普通人也能用的微型电脑。与此同时呢，比尔·盖茨也开始了自己的哈佛生涯。因为兴趣啊，全在计算机，他的校园生活可以总结为日夜都在跟哈佛的管理员斗智斗勇。直到1973年，老同学保罗·艾伦的一通电话为他找到了之后的方向。电话里啊，两人一致认为电脑即将普及，得赶紧开出自己的互联网公司，但总不能边上学边开公司吧。于是盖茨建议艾伦退学。那盖茨自己怎么不退呢？啊，因为他是哈佛的。结果第二天，保罗·艾伦真就退学了，开着一辆二手车赶了3天3夜到了哈佛所在的波士顿，然后跑去找盖茨一起讨论公司的未来。讨论完后啊，盖茨得出结论，咱们的未来好像还没有来，要不这公司就先不开了吧。毕竟啊，当时只有大企业和政府部门才会配计算机，一个大学生加一个辍学生可没渠道打进市场啊，只能干等着英特尔的芯片升级，再等着前面提到的罗伯茨用英特尔升级后的芯片，把适合普通人使用的微型电脑生产出来。1974年，英特尔终于推出了比上一代功能强10倍的8080芯片。经过数轮谈判啊，罗伯茨把价格打到了$75。靠着核心部件的价格优势啊，罗伯茨生产出了只卖$397的世界上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牛郎星8800。这直接让当时只存在于实验室和大型企业的计算机走下神坛啊，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但苦于还没有匹配的软件，牛郎星无法运行，只能像砖头一样堆在仓库里。盖茨两人在杂志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就给意志消沉的罗伯茨打去电话，说自己已经写好了适配的语言程序，稍微修改就可以在牛郎星上运行了。原来为了快人一步啊，8080芯片一问世，盖茨就把被骗成了辍学生的艾伦打扮成哈佛学生，一起溜进机房，开始针对这款芯片编写 Basic 语言程序。谁知罗伯茨听完后却破口大骂说，已经有不下50个人啊跟他讲过类似的话了，什么改一下就能用啊，他只要能直接运行的成品软件。于是盖茨两人又溜进了哈佛机房，几乎全天都在里面改代码，累了就睡在书桌旁或者躺在地上，几分钟后又猛然醒来，接着敲键盘。8个星期后，程序终于成型。1975年2月，艾伦带着编写好的软件打飞机去见罗伯茨。为什么盖茨不去呢？说实话，这程序到底行不行，俩人也没底。盖茨可不敢为此旷课丢了学分啊，毕竟他是哈佛的嘛。那压力就全给到了保罗·艾伦啊。在世界上第一台微型电脑上，艾伦紧张地敲出了2+2，屏幕上立马显示了正确答案。他激动地给盖茨打去电话说成功了，等着收钱吧。因为是跨时代的产品，订单像雪花一样砸向罗伯茨，而牛郎星里的比尔·盖茨的软件也跟着英特尔芯片一道被推向了市场。当时还在校上的他，一夜之间就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啊。而这件事很快就被哈佛知道了，用我的设备赚你自己的钱，哈佛很生气。你们用的是哈佛的电脑，赚了钱自然要分一部分给哈佛。不对，是赚的每一笔钱都要上交一部分给哈佛。作为版权意识第一人，盖茨毫不客气地回怼道，哈佛的教授也是拿哈佛的资料写的书啊，他们收到稿费跟版税都不用给学校交钱，我凭什么交？光凭这套说辞，其实还不足以拿捏哈佛。这事还有一个关键在于，哈佛的计算机是军方捐赠的。比尔·盖茨是哈佛的学生，偷用电脑还说得过去，可那个艾伦是个校外人员啊，要是被军方知道自己管理如此疏忽，肯定要被责怪。既然比尔·盖茨不肯背这个锅，那只能自己背了。这件事让被骗惨了的哈佛自此跟比尔·盖茨有了无法调解的隔阂，也成了促使盖茨退学的原因之一。当然，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牛郎星销量可观，帮他赚了大钱，完全可以自己买台电脑，不用再蹭哈佛的了。加上跟罗伯茨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订单不断。于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1975年，比尔·盖茨辍学了，微软正式成立。可很快，因为罗伯茨的一个错误销售策略，比尔·盖茨和他那刚成立的微软
好日子立马就到了头。为了赚到更多钱，罗伯茨把微软的软件单拎出来，提出一套程序$500，如果硬件软件一起买，那软件折算下来只要$150。可对消费者来说，这$150完全是额外的价格，毕竟先前的$398可是全包啊。但那会儿除了微软的 Basic 语言，市面上适用于牛郎星的语言程序还没开发出来呢。不掏这笔钱，就相当于买了块砖头回去。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消费者们把比尔·盖茨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代码打印出来，这样哪怕买不到 Basic 语言，对着纸照抄一下，现成的软件也有了。本想多赚点钱，这下泡汤了。罗伯茨有点郁闷，但隔壁的比尔·盖茨早已哭晕在了厕所。因为那些气急败坏的用户啊，不仅自己抄，还把代码拿去大肆复制，免费发给更多的人。这下微软是彻底没得赚了。这是微软遭遇的第一次盗版危机，也让比尔·盖茨发现了做软件的致命缺陷：盗版的门槛太低了。人家买电脑可以配盗版软件，但没法自己造个盗版芯片。所以你看做硬件的英特尔就很舒服，不仅没有盗版危险，而且话语权也在自己手里，已经靠芯片技术拥有了同行无法突破的门槛。英特尔几乎形成了事实垄断，就算单拎出来卖，定价权也在自己手里。但比尔·盖茨的编程技术再牛，在盗版面前，所谓的技术门槛也不复存在了。赚多赚少，甚至有没有的赚，都得别人说了算。想清楚这一点后，比尔·盖茨终于找到了完善自己商业帝国版图的最后那一块拼图——走向垄断。如果说一个人能成为世界首富必有非比寻常的心机和手段的话，那么你能想象连续霸榜18年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有多可怕吗？谁能想到本质是个逆来顺受的搬砖乙方，不仅接连签署了不平等合约，而且还被甲方 IBM 逼着亲自设计取代自己的程序。比尔·盖茨的微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把最大的金主爸爸踩在脚下，亲手把曾经的蓝色巨人推下时代悬崖，还彻底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格局，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全行业的甲方，并成功统治了整整一个 PC 时代。要说清楚这一切，还得从比尔·盖茨在首次盗版危机吃到的教训说起。上集我们说到，比尔·盖茨靠给世界上最早成功商用的个人电脑牛郎星提供 Basic 语言系统，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可这牛郎星的老板却为了把利润最大化，非要把微软的 Basic 语言涨价单卖，这激起了消费者传播盗版的抵制行为。盖茨仔细一查，花钱购买正版的 Basic 语言用户居然只有不到10%，这让他意识到做软件的致命缺陷：盗版的门槛太低了。人家买电脑可以配盗版软件，但没法自己造个盗版芯片。所以你看做硬件的英特尔就很舒服，不仅没有盗版危险，而且话语权也在自己手里，不会被甲方的定价打乱自己的战略部署，就算单拎出来卖也没问题。于是现在摆在微软面前的困局就变成了一个卖软件的乙方该如何像英特尔一样拿捏甲方，掌握话语权。此时因为个人电脑市场的冲击，常年制霸大型计算机的蓝色巨人 IBM 终于决定入局，这给了盖茨倒乾坤的最大天使。在继续下面的故事之前，我们必须要讲一下这个 IBM。 它是1911年成立于美国，那时咱们还在清朝。这家公司强到什么程度？第一个硬盘驱动器，第一个软盘驱动器，第一台超级科学计算机等等，无数加一个第一都是它制造的。截止2016年，累计拥有8088项专利技术，制霸全球专利榜整整24年。可以说，我们如今接触到的所有高科技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50年代左右，占领了美国70%的大型计算机市场，是美国空军自动防御系统的电脑系统核心开发商，并且设计了国防计算机，也就是后来的 IBM 701。可想而知，这样一位巨人下场亲临个人电脑时代，将会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啊！故事回到盖茨这一头，1980年，微软成功入选了 IBM 的软件采购名单。当得知除了微软已有的编程语言外， IBM 还需要操作系统，有自知之明的盖茨老老实实的把 IBM 介绍给了已是操作系统标杆的数字研究公司，但却因为数字研究公司拒绝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他们双方并没有达成合作。于是盖茨跑去西雅图电脑产品公司，用$5万买下了蒂姆·帕特森编写的 QDOS 系统，随后去掉了 Q， 带着自己的 Basic 语言和 DOS 系统走进了 IBM 为他精心安排的谈判会。会上，律师们要盖茨签署一份满是陷阱的合同。IBM 将一次性以约$8万的价格，
为即将生产的电脑购买微软 DOS 操作系统的永久使用权。这份合同真正的不平等之处在于，跟给牛郎星可随时终止的销售许可不同 ，IBM 要的是使用权。前者是微软管不着软件怎么卖，现在是连怎么用、用不用都管不了了，更别提还是永久。同时 ，IBM 还有权使用微软的 BASIC 编程语言和应用程序。总之就是要把盖茨这个小老板直接变成 IBM 的打工仔。在 IBM 看来，既然你盖茨就是想靠版权分成赚钱，那跟身为行业绝对龙头的自己合作，无疑才能保证销量。所以条件再苛刻，你也没有资格说不啊。这就叫伴君如伴虎，可也唯有伴着虎，世人才可能忘记你只是一只狐啊。但被拿捏得死死的盖茨只提了一个要求就盘活了局面，微软要求保留 DOS 的复制权，以便确保系统还能装进其他厂商的电脑里。IBM 的律师们一听笑了，其他厂商等我入场了，哪里还有其他厂商？是的，在实力全面碾压的大型计算机时代， IBM 就一直被无数试图从自己碗里抢口汤喝的小厂商模仿山寨。为了堵死这些小鬼的活路， IBM 向来都是利用大型计算机巨额的生产成本，不断发布新机型，好把现金流不如自己的对手活活磨死，再配合强大的营销和销售队伍，用一句他们配置落后，就能轻松地把挑战者扼杀在摇篮里。因为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IBM 根本就不在乎你盖茨要把 DOS 卖给其他什么人，更别提当时的操作系统标杆还不是你微软，而是不肯跟 IBM 合作的数字研究公司。除了 IBM， 微软的系统在哪里都只能当个备胎。于是自信的 IBM 直接答应了盖茨这看似多此一举的条件。但随后发生的一切都让 IBM 逐渐意识到自己招了比尔·盖茨的到来。2年后，随着 IBM 打开世界范围内的个人电脑市场，与 IBM 捆绑销售的 DOS 系统成功拿下了 76% 的市占率，这让微软一举逆袭数字研究公司，成了操作系统里的新标杆。于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都知道，想要在 IBM 统治的市场里混口饭吃，就得找比尔·盖茨。霎时间，无数小厂商一拥而上，让微软光是靠着出售复制权，每年都有上千万美元的收入。比尔·盖茨赚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而一旁的 IBM 则气红了眼。在大型机时代，能靠规模优势碾压模仿者的蓝色巨人，在席卷个人电脑市场后，突然发现自己先前的套路失灵了。因为跟大型计算机相比，生产个人电脑所需的启动资金很低，关键核心技术还都是现成的硬件，最重要的芯片找英特尔买，至于软件，那个成了新标杆的比尔·盖茨正等着他们上门呢。这让 IBM 不管再怎么出新机型，也总有小公司用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做出不输它的产品。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望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者冒出来蚕食自己的蛋糕， IBM 很生气，后果也很严重。1983年，为了解决软件没有优势的问题， IBM 决定舍打7寸，摆脱不断给自己制造小鬼的微软。为此，他把自己的应用程序供应商从微软变成了莲花公司，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人家收购了推出世界上第一款电子表格的公司，是办公软件的标杆啊。说白了，微软能卖出那么多复制权，全靠跟 IBM 的绑定成了软件标杆。而现在的 IBM 却透露出要扶持出下一个标杆的信号，这让微软陷入了空前的舆论危机，许多厂商都绕开微软，开始接触莲花。为此，盖茨亲自跑遍全美的硬件厂商公关说，莲花公司的办公软件啊，确实划时代，但还不是基于我们 DOS 系统写的。可你们还不知道吧，我们微软已经在开发全新的 Windows 系统了，而这个 Windows 将只适配我们即将推出的 Excel 表格。因为都知道微软接了苹果的订单，所有人都明白微软真的在编写 Excel， 但这个最关键的 Windows 系统到底有没有，却没人知道。在盖茨真假参半的忽悠下，各大厂商都保证优先给微软的 Windows 系统编写驱动程序。公关完厂商后，比尔·盖茨又跑去公关媒体。1983年11月10日，比尔·盖茨在纽约大张旗鼓地办了场新闻发布会，宣布 Windows 系统将在年底推出，而且兼容任何一台电脑。发布会上，与微软签订协议的24家电脑生产商都在替盖茨打保票。你看，我们都跟微软签约了，这 Windows 还能有假？但这些厂商绝对想不到，这 Windows 还真是假的。盖茨为了稳住局面，陷入编程迟迟出不来的 Windows 有没有都不重要了。这些厂商先不提，但盖茨这看似见招拆招所做的一切，
恰恰掉进了 IBM 精心布置的陷阱里，着实是把自己的微软给骗惨了。1984年，盖茨夸下海口的 Windows 没有任何动静 ，IBM 却送来了一份新合同，我也要整套新系统，但软件这块呢，我不擅长，所以主要编程工作外包给你微软了。至于版权嘛，自然归我。IBM 原来为了朝纲市场能被轻易买到 DOS 的小公司所蚕食，IBM 早就决定设计一套取代 DOS 的全新操作系统，好把微软彻底送进历史里，自己亲自当那个标杆小软件，无法再从 IBM 口袋里赚到一分钱，还要亲手砸掉自己最大的摇钱树，这简直就是按着比尔·盖茨的头，要他亲眼看着微软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但盖茨没法拒绝啊。多年后，微软前 CEO 史蒂夫·鲍尔默对这份合同给出了更深层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骑待在熊身上，熊就会扭来扭去甩掉你，但我们必须待在熊身上，因为熊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微软今天的一切全靠与 IBM 的绑定，一旦失去 IBM 的背书，那新的合作者将会取代微软的标杆人设，届时连那些小公司也不会再买它的复制权了。只有继续骑在 IBM 这只熊身上，微软才能伺机而动。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雌雄策略绝非长远之计，更别提这只蓝色巨熊是要把自己赶尽杀绝。盖茨不得不开始盘算如何从熊山上跳下来。很快，因为 IBM 内部问题带来的一个战略失误，盖茨猛然醒悟，这电脑市场还真不是你 IBM 一家说了算的。你见过顶级阳谋吗？就是那种你明知是陷阱，却只能眼见自己越陷越深的那种。比如微软以前是刻意不管你用盗版的。是的，我们从小自以为白嫖到的 Windows 系统，其实微软都可以通过源代码进行打击，但人家不仅不告你侵权，甚至在那段时间没有一起诉讼。这唾手可得的天降馅饼，造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微软计算推广 Windows 到全中国的营销费用远高于盗版损失的钱。既然如此，为何不让盗版替自己宣传，等中国用户用习惯了再收钱，不就晚了？这一战略成功的让我们一谈到 PC 电脑就想到 Windows， 也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市场，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人想过开发电脑操作系统，即便是有人尝试，也几乎以失败告终。而这还只是比尔·盖茨无尽谋略里的冰山一角。毕竟一个中国市场是不可能让他霸榜18年世界首富的，那么他攻下世界，尤其是取代掉之前正在统治世界的旧君王时，又是用的哪些招数呢？这一切还得从1986年英特尔推出的新款80386芯片说起。80386芯片是英特尔发布的让个人电脑有望内置图形界面的芯片。什么意思呢？最早的电脑啊，要使用某个功能，就需要输入相应的代码指令才行，基本上只有程序员才会用。但现在呢，就给你做成图标了，想运行什么功能，直接鼠标点击那个图标就可以了。只要稍微熟悉一下，基本上是个人都会用。那为什么这个图形界面之前没有呢？因为个人电脑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嘛，所以相应的跟之前的大型机比，内存根本就支持不了做图形界面。但英特尔的这款芯片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产品。为了跟上新趋势，我们上集讲的微软拖了1年多的 Windows 1.0终于赶了出来。但你还记得吧？这 IBM 也给微软下了个外包单子，要他们做一个新系统啊。而当这款芯片出来之后，他们却提了个离谱的需求，新系统只能在英特尔落后的上一代芯片上运行。要想支持图形界面，上一代芯片内存根本就不够。这 IBM 难道就不想跟上图形界面的行业趋势吗？原来靠大型电脑垄断市场的 IBM， 从始至终对个人电脑啊，那都是纠结不已。一方面他的确不想落后时代，但另一方面又不想个人电脑发展太快，万一取代了自己的大型机呢？而当英特尔的80386芯片面世后啊， IBM 的个人电脑部本来呢是想让微软根据这款芯片编写系统的，但除了让图形界面成为可能，这款芯片还支持一台电脑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而这个功能恰恰是 IBM 的大型机吃饭的家伙啊。于是大型机部门不断的质问公司，你这是要设计个新东西出来演绎出我杀了我？这让 IBM 啊只能继续找英特尔，被比尔·盖茨称为脑残芯片的老芯片。而至于内存问题呢，就让消费者买回去之后再额外花钱加内存吧。原来你们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了。这让比尔·盖茨找到了从被压迫的乙方到乾坤的机会。1987年12月，当 IBM 推出了自己用来取代 DOS 的全新系统 OS 2.1.0时，
微软也对2年前匆匆开发的 Windows 1.0进行了升级换代。于是，在操作系统市场，消费者一下子拥有了3个选择：要么继续使用微软以前的 DOS， 但没有图形界面和多程序运行功能；要么购买 IBM 的 OS2 1.0， 但要额外花费$1000增加内存后去享受新功能；或者你还可以直接购买微软不占太多内存的 Windows 2.0。怎么选一目了然吧。IBM 费尽心机用来拿捏微软的新系统，完全没有起到战略作用。为此，他不得不亡羊补牢，让微软赶紧写出支持图形界面的新系统。但试图保住自己存在价值的大型机部门，还是在 IBM 内部占了上风，强制要求新机型继续使用落后芯片。而与此同时，经过2年多的发展，英特尔的80386芯片售价但已经大幅降低。不少小公司也开始从模仿 IBM 变成超越 IBM， 纷纷通过采购物美价廉的80386芯片，生产出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都远超 IBM 的个人电脑。此刻，盖茨意识到自己骑了多年的巨熊正在冲往悬崖，于是比尔·盖茨做出了一个影响行业至今的决定：是时候了，微软要从熊身上跳下来了。1989年末 ，IBM 发布了更新一代的 OS2 1.2， 而微软却突然通知 IBM。自己已经敲完了 Windows 3.0， 这个系统不再像过去一样必须依赖 DOS 系统才能运行，并且还兼容仍在使用落后芯片的电脑。至此 ，IBM 围绕操作系统长达近10年的战略部署宣告死亡。在现实面前，原先作为甲方的趾高气扬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放低姿态，说自己一直都把微软当作软件业务最忠实的合作伙伴，还表示愿意全面推广 Windows 3.0， 唯一的条件就是希望买下 Windows 3.0 的版权，价格随便开。但作为乙方的盖茨思考了一番后，第一次底气十足地对自己的甲方说了 no， 并宣布微软将保留 Windows 系统的版权，不再支持 IBM 的市场需求。向来霸道惯了的 IBM 愤怒不已，他把微软的不合作视作背叛，并散发内部备忘录，称公司将不再为 Windows 编写任何第三方应用程序。气昏头了的 IBM 甚至取消了原先用来掌控微软的系统外包合作。可当轮到自己全权负责系统开发时， IBM 才不得不承认自己采用的落后芯片根本没法支持符合时代趋势的新系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没有碾压级的竞品，那 IBM 这头巨熊依然能仗着体型优势慢慢反击。这不是微软想看到的。刚跟 IBM 闹掰的微软知道自己迟早会失去 IBM 的全部订单，必须未雨绸缪。而另一边的英特尔，因为 IBM 大型机与个人电脑的内部问题，连着几年只能给这位甲方爸爸卖落后产品。于是这2位乙方一拍即合，决定彻底献祭了这头笨熊来成全自己。对于当时其他制造商来说，要想逆袭以往行业老大，只需要采购最新的微软正版系统或者最新的英特尔芯片就行了。于是两者结成了所谓的文泰来联盟，并通过捆绑销售一家一家的拿捏着厂商。你要不买我这软件英特尔的芯片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在2位软硬件标杆的联盟面前本来只需要2选1的电脑生产商只能2个都买。靠着微软软件和英特尔的芯片，无数小公司正在用碾压 IBM 的产品，贪婪地吞噬着原本属于 IBM 的市场。巨熊已然站到了悬崖边上，软硬件都比不过对手的他意识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正在进入倒计时。当直面死亡威胁时，巨熊终于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愤怒不已的 IBM 向对手们发起了电脑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强反击。为了夺回行业地位， IBM 把从未被自己拿捏过的英特尔列为首要打击目标。要不是他推出了不符合大型机利益的芯片，也不至于自己内部先乱起来，甚至微软能逆袭自己。追根溯源，也是因为这款芯片给行业带来了自己赶不上的新趋势。于是他与苹果和摩托罗拉2家公司合作研发芯片，并让苹果针对自己的芯片开发新系统。而在软件层面， IBM 不惜与所有不属于微软的人结盟。除了找苹果合作开发系统，并从乔布斯手里获得了 Next Step 系统的许可权，为了继续打击微软在软件领域的标杆人设，他甚至给曾靠 Basic 语言弥补了软件劣势才成为自己最大对手之一的康博达授权脚本语言。1993年，微软发布了更新的 Windows 系统，而 IBM 则拿出了终于与适配英特尔芯片的 OS2 应对。靠着市占率，2人还算打得有来有往。但2年之后，随着更流畅的 Windows 95打破了之前所有操作系统的销售记录，市面上全是微软的应用程序商他们不愿为苹果
针对 IBM 芯片开发的新系统从头编译程序，而 IBM 新机型唯一的备用系统居然是微软的 Windows NT， 但后者无疑在英特尔芯片上运行更有优势啊。这一环扣一环下，操作系统的失利也让用来打击英特尔的芯片无法普及。你这电脑装的是个啥芯片？怎么 Office 用起来都不顺畅啊？加上传统机型里用来跟 Windows 95直接打擂台的 OS2 不如前者稳定， IBM 的新老机型通通不受市场认可。为了活下去， IBM 只得忍气吞声，再次找上微软，希望得到 Windows 95的销售许可。这一招不得了，微软这才想起来，那个没打赢自己的系统不就是 IBM 当年外包给我做的吗？我们可是有合同的。立刻马上停止关于 OS2 的所有开发。当然 IBM 并没有停止 OS2 的开发，直到1年后， IBM 委托一项内部研究重新评估 OS2 相对于 Windows 的商业潜力，结果并不理想啊。于是公司高层下达了关闭 OS2 开发实验室的命令。曾经的蓝色巨人就此退出了新的时代。从用不平等协议拿到 DOS 永久使用权，到逼着微软自己取代自己的 DOS， IBM 一直在用自己身为甲方的绝对优势狠狠地拿捏着微软，但后来反而被这位乙方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逆袭，为软件标杆。他用一手复制权不断给 IBM 培养对手，在向甲方的骗中增加了自己的行业影响力。而当遭遇 IBM 的疯狂报复时，又隐忍不发，在替 IBM 开发新系统时暗度陈仓，最终用 Windows 与英特尔的结盟，将曾经的甲方彻底踩在脚下。而在这场乙方逆袭甲方的传奇故事里，那些跟微软和英特尔互相利用的厂商，在与他们联手杀死曾经的行业老大后，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甚至比原先 IBM 更为霸道的行业暴君文泰来联盟。把蓝色巨人推入深渊后，比尔盖茨继续靠着与英特尔的捆绑销售，成功的把全部的甲方变成了自己名副其实的经销商。在两者面前，厂商们只能接受捆绑协议，乖乖的给英特尔和微软分钱。整个90年代，全美国几乎所有出厂的个人电脑都预装了 Windows 系统。哪怕今天许多电脑品牌也只有高价位的机型才有除了微软以外的软件系统可选，这让微软在上世纪90年代成了人类史上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同时它的竞争对手则毫无生存空间。而在失去了其他选择后，任何一家电脑厂商都只能沦为打工者。柳传志曾说，我们生产一台电脑也就只有一把大葱的利润。还有厂商夸张地抱怨过，买一台电脑能赚100元，其中英特尔就拿去了70元，微软则拿去了40元。但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英特尔才是获利最大的，为什么微软反而成了市值最高的公司？比尔盖茨才是那个世界首富呢？因为微软卖的软件是知识产权，除了从厂商那里直接赚钱，它还有打击盗版的钱。有媒体就报道过这样一个夸张的数据，微软中国80%的收入都来自反盗版。早在2005年，比尔盖茨就发了一则声明，称微软要将专利数量提高到每年3000项，换算下来就是每天要申请近10项。是的，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形成垄断后，至今还在疯狂申请专利的微软，终于把手伸进了你我的口袋。漫长的鱼线道这才算正式收网。为了完成这个夸张的数字啊，微软连文档文件添加和删除空白这种最基本的操作都要拿去申请专利。ChatGPT 大火后，微软很快就将 Office 全家桶植入了 ChatGPT。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逐渐成为主流的未来，所有人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要么像交税那样被微软巴巴抽钱，要么被时代淘汰。纵观微软的垄断之路，从比尔盖茨的母校到 IBM， 再到这些厂商，所有人似乎都忘了免费的才是最贵的。也是从微软开始，各大互联网企业都在复制这条路，并在后续用知识产权提纯并合法化自己的垄断地位，最终像雁过拔毛那样从你我口袋里合法抢钱。而作为这套玩法的始作俑者，微软也拿到了最大的红利。任何试图用产品和服务来对抗微软的对手，都只能铩羽而归。1992年，微软首次进军中国，刚大学毕业的雷军满怀希望地加入当时占据中国软件市场绝对统治地位的金山。可在接下来的10多年，微软步步为营，从一个毫无基础的外来者，在一片盗版横行和金山制霸的新市场里，用各种骚操作把原本属于金山的蛋糕吃干抹净，打得金山一度只剩下10几个人。屡败屡战的雷军一度崩溃到要辞职旅游。那雷军后来又是如何带领金山成功反攻国际巨头微软的？好不容易打赢的战役，他又为何突然离开金山，转手去做手机了？